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公司空降来个从大厂挖来的总经理，要搞降本增效，上任不到半个月，就给我这个老员工兼资深程序员发了辞退函。公司不养闲人，资格老又如何？对公司没贡献的就得滚蛋。辞退理由是多开服务器造成浪费，给公司带来了巨额损失，我要求 N+1裁员赔偿。总经理却威胁我，老子大厂出身，人脉比海宽，你不乖乖办离职，我就把你在行业里拉黑。我呵呵，转手发起劳动仲裁，不给 N+1是吧？那就给老子赔2N。另外，这么多年的加班费都得算给我。最重要的，公司服务器正面临升级，他带过来的所谓心腹，大厂螺丝钉，压根不懂里面门道。我等着看公司系统崩溃的那天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周三晚上10点，本该早早回家耍游戏的我，仍在电脑前维护数据库，一边加班一边暗骂公司总经理不干人事，把那么多老员工都开除了。这导致现在的运维部门除了我这个主管外，就只剩下寥寥几个员工，工作量激增，经常加班到深夜。突然，总经理的秘书通知我，谭主管，你手里的工作先放一下，总经理在办公室等你，他有事要跟你谈。听到他语气中隐隐透露出来的轻蔑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感觉大事不妙。不会吧，总经理疯了吗？连我也要裁掉？最近才这么多人，还没裁够。虽然之前已有预感，但当事情真的发生那一刻，我居然有一种该来的还是来了的平静感。深深吸一口气后，离开工位，前往总经理办公室。我们公司在业内只是一家小公司，规模并不大，所有人加起来也不到100位员工。到现在为止，我已经在这家公司待了5年了，亲眼见证了公司市场份额一步步的扩大，现在已经成为相亲、交友、社交软件中的翘楚。直到前2年市场火热的时候，公司被一家做社交软件的互联网大厂入股，老板顺利拿钱套现，只留下少部分股份。公司被大厂控股，大厂控股后并没有对公司的组织结构做出什么调整，甚至连老板都还留着他总经理的位置。最近1个月，大厂终于把视线投向这个曾经忽视的小公司，派了一个做人事出身的高管来公司当的总经理。老板当然不肯，但公司已经被大厂控股了，他不得不退位让贤，把位置交出去。空降的大厂高管来公司后，立马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，公司的组织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动，部门合并，疯狂裁员。不是没有人抱怨，但总经理专门开了一场员工大会，大谈什么降本增效的道理，还说马斯克收购推特后裁得比他厉害多了，公司照样正常运营。那时候我看着他那张自负张扬的面孔，忍不住在心里吐槽，人家可是世界首富，你跟他是一个档次的人吗？我原本是公司的运维主管，负责定期对操作系统、服务器、数据库等进行补丁更新和安全加固。现在和我同部门的人已经被裁得差不多了。OK， 现在终于轮到我了是吗？我心想，只觉得好笑，把我裁了也好，部门人数减少，工作任务全落在我头上，天天加班到深夜，累得像条狗一样，迟早也是要被逼走的。还是以前老板在的时候好。下意识的，我开始怀念起老板当总经理时的日子。那个时候，公司整体的氛围还算融洽，老板为了公司发展更进一步，
给我们的待遇十分优厚，奖金、假期都不缺，不论什么级别的员工都能够直接到老板的办公室找他，为公司发展提出意见和想法。而老板对有建设性的想法总是会予以奖励。那时候公司氛围多好，哪像现在人心惶惶的，人人自危，没有人能静下心来工作，谁都害怕自己是接下来被裁掉的那个。推开总经理办公室的门，我一眼就看到了那个正在看公司监控的身影，还真够变态的，在公司里装这么多监控，还美其名曰是为了增加大家的工作效率，连谁多上了几次厕所都会被他拎出来大肆批评一番。总经理，我朝他点头，他连忙关掉监控，抬头看向我，不悦道：你怎么不敲门？我敲了好几下，但您没回答，所以好了。他大手一挥，打断了我的话，上次叫你做的详细介绍你工作内容的 PPT 做好了没有？还没有。最近工作，那你口述一下吧。他再次打断了我的话，我深深吸一口气，竭力压制住自己心中的愤慨。真不知道他这么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，是怎么在原来的大厂里当上高管的，连对人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，仗着自己的权利随便打断别人说话。这样的人居然是做 HR 出身的，靠，离谱！总经理摆出一副高贵的样子，双手交叉，鼻孔朝天，懒洋洋地靠在椅背，示意我口述我具体的工作内容。我跟他口述自己的具体任务，奈何他不是专业人士，我说了半天，他却连最基础的术语都听不懂。总经理恼羞成怒地看着我，你们这些搞技术的，就喜欢用一些玄之又玄的术语来糊弄人，欺负别人不懂。你们这种人，我见得多了。我可是大厂里做人事出身的，什么人没见过？你们部门的存在对公司毫无益处，维护这么长时间，公司软件的运行也没出什么问题，可见根本不需要在运维部门上花费那么多的资源。总经理，我们运维部门经常要处理一些突发情况，我着急解释道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之所以这么长时间公司软件的运行没出什么纰漏，正是我们运维部门的功劳。软件的代码就是一座史山，如果不是我们经常更新补丁，数据库恐怕早就崩了。解释什么？他睥睨斜视道，你们部门的人裁了一大半了，不也没影响软件运行，你们部门根本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。就你们那点工作量，我看了，我从总公司带来的几个实习生就能胜任。我低下头，用力地紧了紧拳头，强压内心的怒火。说了他也不明白，自己懂又不懂，就把我们部门的工作批判得毫无价值。真该死！为什么总公司会派一个这么愚蠢的人来当总经理？他难道不知道外行瞎指挥内行，罪犯忌讳了吗？你被开除了。他眼神轻蔑地看向我。我最讨厌别人自以为能用专业技术糊弄我，像你这样的职场老油子，我见得多了。我可是大厂出身，总经理，你可以用你的权力把我开除。我终于忍不住最近这段时间他给我的难堪，以及现在对我的不尊重，大喊道：但是你绝对不能肆意抹黑我的职业道德，请对我保持起码的尊重。总经理脸色瞬间一黑，半眯着眼注视着我。谭主管，你这是在叫我做事吗？我可是大厂出身，你有什么资格教我什么是尊重？或者你是接受不了开除的结果，现在急得跳脚了？我告诉你，我之所以开除你，是因为你不能为公司创造任何价值，你就是一个废物。你懂个屁的价值，人事部的才是废物。众所周知，
人事部才是公司里最讨厌的角色，除了不干人事，啥都干。就像他这个人事出身的总经理一样，每天抓得最紧的事情，居然是通过监控来窥探这个人工作是不是在摸鱼。滑稽又搞笑。在我骂出人事部是废物之后，总经理的表情更加阴沉，脸色像死了妈一样难看。他起身用力拍了一下桌子，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“谭向宇，你被开除了，从明天开始，你再也不用来公司了。现在，立刻，马上给我滚！”他指着我鼻子羞辱我，这能忍？既然现在彻底撕破脸了，我也没有必要再给他什么好脸色。我搬来一张椅子，坦然坐在他的对面。我很早就预感到他要把我开除了，因为在前一阵子，他经常抓着我的一些小纰漏批评我。有一次，我卡点到公司，他因为这件事把我骂得狗血淋头。横竖不就一份工作吗？我是出来上班的，又不是出来当狗的，干嘛要受这种窝囊气？总经理，提醒一下你，你刚刚已经把我开除了，现在怎么开除我第二次呢？我坐在椅子上，淡淡道：“开除我没问题，现在我们来谈一下离职补偿的事情吧。我为公司工作了5年，我作为无过错方被公司终止劳动合同，赔偿方案应该是2N+1吧？你想要补偿？”总经理缓缓坐下，语气讥诮无比：“你居然还想要补偿？做梦！我告诉你，1分钱补偿都没有。而且因为你不尊重领导，这个月的绩效全给你扣了。你真的不给离职补偿？我不给，你能怎样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大厂出身，得罪了我让你在任何一个公司都找不到工作。”他得意洋洋地看着我，冷笑道：“除非你求我呀，总经理，我希望你能明白2件事。第一，我没有结婚，也没有孩子。”什么意思？我没有回答，而是竖起第2根手指。第二，我胆很小，喜欢储蓄，从来不进行任何投资，所以我也没买房，自然也就没有背负房贷。他眉头紧锁，疑惑地看着我：“你到底什么意思？这意味着我没有软肋，你明白吗？”坐在椅子上，我笑了，笑得很开心。我没有软肋，所以我根本不怕和你死磕，也不怕你通过任何方式拿捏我。你在威胁我。他把玩着手里的打火机，沉默一会儿后，突然扬声大笑：“你居然威胁我？笑话！你以为我会怕吗？我可是大厂出身，人脉比海宽。你不乖乖办离职，我就把你在行业里拉黑，让你彻底失业，还想要离职补偿？我告诉你，1分钱都没有！现在，立刻，马上给我离开公司，不准再踏进公司半步！跟我斗，我看谁斗得过谁！”呵，大厂出身，一坨狗屎，不论包装的多精美，都改变不了它狗屎的本质。撂下最后一句话，我径直离开他的办公室，丝毫不顾总经理在我身后的咆哮。其他同事自然早就听到了办公室里传出的动静，此时见我出来，众人面面相觑。在得知连我也被开除后，他们不禁有种兔死狐悲之感。此时我只想快速离开这个地方，然后回家美美的睡上一觉。最近连续高强度的加班，可算是把我给累坏了。我看着原本热闹的运维部，现在只剩下这么几个人，不由得心生感慨，来不及和同事寒暄。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后，立马离开公司。电梯里，我从兜里掏出手机，点一下结束录音的按钮，然后缓缓倚在墙上。还好，我刚刚在进他办公室的时候，提前做了准备。我望着这段长达50分钟的录音文件，若有所思。从公司离职那天，我回到出租屋里，倒头就睡，一觉睡到中午1点，简直爽快的不行。
我已经好久没有这样认真休息过了。平日里高强度的工作，简直压得人喘不过气。不过好在这样的日子结束了，我也不着急有什么其他想法，打算先好好休息一段时间。我终于有闲心打那些 Steam 里已经沾灰的游戏，也有时间逛逛超市，给自己认真做一顿饭，还可以下楼溜达。可能会有人惊讶于我被裁后竟然不难受，那当然，因为我比谁都清楚，只是技术好是没用的，不管新来的人有多好的技术，你都没办法改变代码是一座史山的本质。我自己都不一定能看懂我1个月之前写的代码，别人就更不可能看懂了。虽然这样说有点好笑，但事实就是这样。那些补丁、乱码还有 bug 会让每一个接手的人感到头疼，尤其是总经理并没有给我交接工作的机会，而是直接把我赶走。这样一来，接手我工作人的工作量会大大增加。同事说，接手我工作的人叫陈海。陈海，祝你好运。可笑的是，总经理说，即使把我们运维部的人开了一大半，软件还能正常运行。他根本就不知道，维护是有严重滞后性的，就像一个年久失修的机械，上了润滑油之后，它可以正常工作一段时间，一旦没人上油了，机械就会损坏。而代码这种需要经常维护的东西，一旦失去维护之后，崩溃的速度会超出人们的想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之前有同事被开除，他们交接工作时，有相当一部分的维护代码交给了我。现在我也被开除了，估计这些代码除了我知道怎么维护外，再没人明白了吧。我静静等待着好戏登场的那天，我一边休息，一边联系之前被总经理因为各种理由开除的同事们。接触几个后，我发现他们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，心中藏着一股怨气，对新任总经理的行为十分不满。他们当中一些比较强势的人，公司会给他们发放正常的离职补偿金，而那些相对比较沉默寡言的技术工作者，总经理只给他们部分赔偿，或者跟我一样，1分钱都不给，找一个很荒诞的理由，随便把这些老实人打发掉。当我得知这些消息后，我的内心愤怒无比，不去了解不知道，一了解后吓一跳，总经理居然敢这么欺负老实人。然后我去联系了那些被扣掉离职赔偿款的前同事们，希望他们能跟我一起发起劳动仲裁，把属于自己的钱都拿回来。他们起初都还有些犹豫，怕被报复，怕总经理在行业里封杀他们，或者在别的公司做背调的时候，总经理给予他们负面评价。我说，不需要他们跟我一起冲锋陷阵，只需要给我一个名头就好了。到时候仲裁成功，大家的离职赔偿金都能拿到。但是如果仲裁失败，那总经理仇恨的也只是我一个人。我就这样好说歹说，最后一共有13个人愿意跟我一起劳动仲裁。在朋友的介绍下，我认识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律师。据说这位律师十分擅长劳动法和合同法，只不过有点贵。为了打动他，我代表其他13位同事承诺，只要仲裁成功，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所得到的赔偿金的3%给他。但是如果仲裁失败，只给一丁点服务费。一共14个人，每个人的3%，无疑这是一笔巨大的数字。所以那个律师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在我把那段录音交给他后，他更是信心满满。不得不说，贵有贵的道理。和律师签好合同后，基本上不再有什么需要我操心的地方。律师不断在我和其他同事之间奔波，收集证据，签委托代理合同，
和其他同事沟通商议、了解情况等，基本都是律师在忙活，并且做得井井有条。果然，专业的事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做。我可不能像那个自以为是的总经理一样，做外行对内行指手画脚的事，那也太自以为是了。仲裁的程序比我想象中的更慢，从律师递交材料到仲裁委员会调解，需要1到2周的时间。这期间，我和这些申请仲裁调解的同事一起聚过2次，大家统一战线，统一思想。不得不说，一群人组织起来和没组织起来的差别是巨大的，所具备的力量也是天差地远。起初，大家对仲裁结果都怀抱疑惑，心情很忐忑。但是自从聚过1次后，他们都巴不得明天就开始仲裁，对结果充满信心，一点不见曾经面对总经理时的怯弱，反而充满勇气。约好仲裁开始的那天，全都出席。毕竟这是一笔好大的赔偿款，人均在15万左右。这么大一笔钱，怎么可能轻言放弃？床上，我正盘算着仲裁调解开始的日子，微信突然收到一条新的好友申请，他的备注是陈海。陈海这个名字好眼熟哦，他不就是总经理从他原来大厂里调过来接替我位置的程序员吗？现在都快11点了，他找我干嘛？我通过好友申请，他下一秒就发过来消息：谭向宇，这串代码什么意思？你怎么没加备注？总经理从大厂里调过来的人都跟他一样，这么不礼貌吗？没读过幼儿园是吧？连请字都不会说。我眉头微微一皱，打开他发过来的那一串代码截屏，仔细看一会后，回复道：我不知道，天地良心，我这句话可真不是敷衍他，我是真认不出来这串代码是什么意思了。可能他认识我，但我却早就把他忘了。陈海好像有些生气，不知道你自己写的代码，你现在跟我说你不知道什么意思？快说，别在这里装模作样的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看着他质问的语气，我也不耐烦起来。抱歉，我已经离职了，不管公司有什么事都跟我没关系，我也没义务回答你的问题，明白吗？呵，你狂什么狂？小公司里待久了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以为自己技术好的不得了了是吧？你这种人活该被开除，请你把话放尊重点。我刚把这句话发出去，正继续打字的时候，就看到对话框里一个红色的感叹号。这是我被他拉黑了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大半夜的突然加我，就为了来我这里发疯吗？平心而论，刚刚的聊天记录，不管怎么看，没礼貌、狂妄的人都不是我吧？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。总经理有着大厂的优越感，这个陈海也跟他一样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。大概12点整的时候，我同部门的同事突然给我发来消息，他说那个陈海为了解决一个 bug， 把我那些代码乱七八糟改了一通，结果他想解决的那个 bug 倒是成功解决了，但是又莫名其妙的跑出来好几个新的 bug。看到这个话，我情难自禁笑出声。也许那个陈海的技术确实不错，但经验还是不够吗？至少他连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。能跑起来的代码才是好代码，不管一个代码像怎样的一座石山，只要它能跑起来，那就不要动它。跟那个同事短暂聊了几句后，我才意识到现在的运维部门就只剩下2个老员工了，其他的都是总经理带过来的人。他说他们最近从来都没有早于23点下过班，总经理还经常训斥他们，说他们之所以加班是因为工作能力不足。他也快熬不住了，打算辞职。
仲裁迎来了第一次调解。我和其他10多个同事一起出席仲裁，看着对面坐着的总经理，我们气势汹汹，彼此眼神之间闪过火花。仲裁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确认彼此的条件，商讨该怎样让我们达成一致。也许是人多势众的缘故，总经理不再像之前那样趾高气扬，很快就做出一点让步，答应给我们每个人 N+1的赔偿。有人异动，觉得能争取到这样的条件已经不错了，想要和总经理达成和解，但被律师阻止了。律师说，优势在我们这边，凭借他的能力，他一定能帮我们争取到2N+1的赔偿。如果理想的话，还能帮我们争取到这段时间大家超时工作的加班费。我们略作商量后，一致决定暂时不达成和解，委托律师继续帮我们争取更好的条件。当律师提出2N+1赔偿以及需要补偿加班费的条件后，总经理像被踩着尾巴一般，大声叫道：“什么？你们不要太得寸进尺了！2N+1简直痴人说梦！你们之所以加班到那么晚，还不是因为你们自己工作能力的问题，还好意思要加班费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去你妈的工作能力的问题！”我唾沫横飞，实在忍不住骂道：“你把我们部门的人裁了2/3，我们每个人的工作量不知道翻了几倍，这是我们能力的问题吗？你真的是太自以为是了！外行指导内行，放条狗在你那个位置都比你做得好，至少狗不会瞎他妈指挥。你懂代码吗？你懂数据库吗？你懂系统怎么维护吗？你除了天天守在电脑前盯着监控看谁上厕所时间又长了，你还会干什么？你还好意思天天把大厂出身挂在嘴边？大厂里有你这样的人就是耻辱！呸！当我火力全开的时候，其他人也忍不住宣泄自己内心的愤怒，纷纷指着总经理的鼻子骂起来。反正现在都撕破脸了，谁还愿意给你留什么颜面？总经理看到我们这边10几个人一起开口骂他，言辞粗鄙不堪，平时的老实人现在都爆发了，他的脸被气成猪肝色，他猛地拍下桌子：“造反了！造反了！你们什么身份？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们这群下贱的打工仔，什么东西？”他这话一出，让我们顿时火冒3丈。真以为他比我们高贵吗？坐在那个位置上就忘乎所以了，还骂我们是下贱的打工仔。一个平常沉默寡言的同事突然翻过身前的桌子，冲到总经理他面前，一拳挥过去。那动作之快，在场的人都没反应过来。我一愣，然后也跟着人群冲过去，假意拉架，一边拉着同事的手喊着别冲动，一边趁着混乱的局势暗地里使劲踹总经理。众人终于被拉开之后，总经理的脸上沾满了土灰，鼻孔里还不住流血。我看着总经理一副猪头样，悄悄用余光瞥向角落里的一个同事。刚刚我看得分明，总经理脸上的伤痕就是他刚刚抓出来的。这小子平时看着老实巴交的，没想到这么腹黑。我忍不住嘴角一抽。刚刚总经理挨同事拳头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看到他还手了，所以不管他怎么在这一拳上纠结，这件事还是被定性为互殴，不了了之。不过这样一来，想继续调解是不可能的了。总经理连刚开始提出的 N+1现在都不肯了。律师安慰我们不要着急，他说最后通过诉讼的方式也能解决问题，而且我们手上掌握的证据是十分充分的，最后的结果不会有意外。律师第2天就向法院提交了诉讼请求，本来以为这将是场持久战，
说不定最后法官作出判决后，总经理还会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二审。没想到，没过几天后，总经理秘书打来电话说，公司愿意按照我们提出的条件给予赔偿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不知道总经理为什么态度180度大转弯。然后我悄悄向还在公司里的同事里打听，才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前2天，总经理在仲裁庭挨揍的事情流传太广，连总公司都知道了。总公司那边给经理下了命令，让他尽快把这件事解决。我还听说，总公司的老板对经理的表现很不满意，隐隐有要换掉他的念头。当然，这消息不知真假，不过即使是捕风捉影的消息，也够总经理紧张了。也难怪他这么着急把事情解决。我妈撒着下巴，脑子飞速运转。我是彻底把总经理给得罪死了。以他在业界的地位，如果放出什么话，还真的会给我以后找工作带来不小的影响。所以我得想个办法，让他对我失去威胁。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他失去职位，成为业界公认的不信任对象。也就是说，在总经理攻击我之前，我先把他打入泥潭之中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啊！我和其他发起劳动仲裁的同事们一起来到和总经理约好的地方见面。推开房间的门，就看到总经理在房间正中间打转。见我们一行人到来，他立刻上前催促我们赶紧签合同，拿钱走人。急什么急？现在知道急了。我坐下，倒了一杯茶水，轻轻抿了一口。如果不是你胡来，我们也不会走到现在这步。你说就算你要改革创新，你正常的付离职赔偿不就好了吗？非得整欺软怕硬的这一出。总经理的脸都绿了。谭向宇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现在我肯答应付赔偿金，是我大发慈悲。如果你真惹怒了我立刻反悔，让你1分钱都拿不到。哟，还这么硬气吗？你以为别人都是傻子，都不知道你目前什么状况是吗？这件事都闹到总公司哪里去了？听说大老板对你颇有微词，正考虑要把你换掉呢。你如果不马上把公司的矛盾解决，位置下一秒可能就没了。不知道你现在在我们面前装什么装？你，总经理手指颤抖着指向我，脸涨成猪肝色，气得直喘气，手指指了半天，却半点蹦不出一个屁。我看着他一脸憋屈的样子，心里只觉得好笑。当初拍桌子说要开除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自己会有今天？他现在当然不敢再对我说什么狠话，因为此时我算是彻底拿住他的命脉了。如果我带着一起仲裁的同事转身就走，公司的问题得不到解决，他的位置可就不保了。你什么你指什么指？我撇嘴道。哼！总经理冷哼一声，被气得实在是要昏头了。此刻一个甩手，自己一个人离开房间。众人看着总经理被我噎得退避三舍，兴奋不已，纷纷露出解气的表情。那一脸畅快的模样，简直跟几10年前农民打倒地主、翻身做主人的高兴相差无几。等律师把合同检查一遍过后，我和同事们纷纷在赔偿合同上签自己的名字。总经理像甩牛皮糖似的，不停催促财务快点把钱转给我们。借这个机会，我拿出一张离职合同递给总经理，补上了一份正常的离职程序。总经理虽然有些不情愿，但在律师的注视下，他只能捏着鼻子签字。钱很快到账，2N+1的赔偿金，加上最近这段时间的加班费，一共17多万。房间里
同事喜滋滋地听着银行卡到账的短信声，然后也在此时将律师费转给律师。总经理一声冷哼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谭向宇，很好，你好得很，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本事。可是你终究忘了一点，我可是大厂出身的，人脉广到你无法想象。我们走着瞧，看着同事们兴高采烈的样子，我突然有些感慨，明明他们只是拿回了本就属于自己的东西，这个拿回来的过程并不容易，而作为过错方的总经理，几乎没有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任何代价。脑子里刚刚总经理临走时说的那句话一直在我脑海回荡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他肯定盘算着用他在业界的人脉堵我以后的路。晚上，我拿起手机打电话给原来的老板。作为这个公司的缔造者，他被夺走权力，看到公司现在乱七八糟的样子，他肯定也很心痛的吧。老板，电话接通，他显然对我的来电有些意外，沉默一会后问我为什么给他打电话。我深深吸一口气，完完整整地告诉了老板最近公司发生的事情，包括总经理上任没多久就开始大搞改革，把公司的老员工裁了大半。最近我组织了一些没拿到离职赔偿金的同事向公司索赔。当然，我还告诉老板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我跟他说出我的判断。由于总经理裁掉了公司大半老员工，运维部门严重缺人，所以大概1周时间，系统就会崩溃。而总经理从大厂带过来的人绝对没有办法解决好这座出毛病的屎山。我向老板建议，他可以抓住这个机会重回公司。没想到老板却笑着告诉我说，这些情况他都知道。我当然十分震惊，这些你都知道？怎么可能？老板说，不仅如此，他还掌握了总经理贪污的证据。他说，之前那些总经理没有发放的离职赔偿金，基本上都进了他自己的兜里。老板叫我配合他，联系好以前的老同事，在他重新回公司之后，迅速解决系统的问题，让公司重回正轨。我答应了。挂断电话后，我讷说不出话来。老板真是太老谋深算了，不愧是从市场里厮杀出来的创业者，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总经理能比的。他连被人抓包了都不知道，不知道公司里还有多少人是老板心腹。别的不敢肯定，但至少财务部在老板绝对的掌控之中，不然老板不会这么清楚地知道总经理贪污的事情。于是我一边联系老同事，一边等待着一个合适的信号。没过几天，我的微信又收到一条好友申请，陈海又来加我了。我笑了，看样子现在系统维护的问题已经遮掩不住了，陈海他们再也无力让这座屎山运行下去了。我看着微信里的好友申请，点了拒绝，然后跟老板打电话通知了这件事。没想到1个多小时之后，我收到了来自总经理的电话。喂，谭向宇，公司里有事需要你解决，你快点回来维护一下系统，软件快崩溃了。听着总经理急得不行的声音，我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的嘴角，才没笑出声。软件崩溃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需要我再提醒你一下吗？我已经辞职了，别废话了。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给你5000，快回来解决。5000？我撇嘴，我说总经理，你也太瞧不起人了吧？打发谁呢？你不是经常说自己来自大厂吗？那你现在自己把系统维护好啊！呵，嫌少1万，快点回来解决。只要你把问题解决了，要多少都好说。不好意思，给多少钱我都不乐意，除非你求我呀。电话那头突然沉默了，
好一会儿后才响起声音：好，我求你回来解决，求你了，快点吧！我一阵大笑，求我也没用。说完，我径直挂断电话，不给他再打过来的机会，立刻把他的号码拉进黑名单中。然后我打开我们公司运营的软件，随意看了看，然后我每隔半个小时的样子就重新打开软件看一下。大概过了3个多小时，系统彻底崩溃了，软件怎么都打不开。现在估计公司里所有人都焦头烂额了吧，尤其是总经理，更是慌得不行吧。他该怎么跟总公司解释？他上任几个月就把软件搞崩溃了，软件的崩溃已经足以证明总经理的无能，再加上老板掌握了他贪污的证据，这下子谁还能救得了他？3天后，老板给我打来电话，让我立刻带着那些被总经理开除的老员工来公司。我毫不犹豫地照做。等我们运维部的一行人到公司楼下的时候，刚好看到老板带着一群人上楼，老板身边还有2个警察。我扫视一圈后，发现老板身后的人大多都是我眼熟的，曾经被总经理开除的人，现在居然都回来了。这个人好像是总公司的董秘，我眉头一挑，没想到总公司的董秘居然来了。看来总公司还是比较重视这件事的。这下有好戏看了。总经理不是天天自吹他来自大厂，觉得很了不起吗？现在大厂的董秘来收拾他了，我看他怎么办。进了公司，老板没给总经理任何解释的机会，直接让警察把他铐上。总经理看到警察和董秘来了，什么都明白过来，意识到东窗事发，瞬间瘫软在地，倒在地上向老板求情。但老板毫不理会，一句好话都没说，连董秘也跟什么都没看到一样，对总经理的呼喊充耳不闻。走到一半，总经理把目光投向我，他泪眼婆娑：谭向宇，求求你帮我说说情好不好？我不想坐牢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罪该万死，我不想坐牢。声音越来越远，直至消失在公司门口。我都一直低着头，什么话也没回他。等公司的人都聚过来之后，董秘宣布了新的人事任命，让老板重新回到那个属于他的位置。霎时间，众人一片欢呼。老板走到我跟前，拍拍我的肩膀：谭主管，你很不错，以后你就是新的运维部部长，好好干。现在马上让软件恢复正常。是，我回答的声音无比嘹亮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